那为何会人说独孤凌天大人是会超越开宗祖师的人？明明都不知道开宗祖师是谁，又从何进行对比？楚风问道。很多历练之地的记录都是开宗祖师保持的，在独孤凌天大人出现之前，那记录无人能破，哪怕历代宗主也是难以破解。可独孤凌天大人出现后，却将那些记录尽数破解。正因如此，才有人觉得独孤凌天大人是可以超越开宗祖师之人。独孤凌天大人之天赋的确超乎常人，若是能够顺利成长，前程不可限量。就算无法比肩开宗祖师，也必然会是我卧龙武宗的骄傲。只是可惜天妒英才。话到此处，毕晶晶也是叹息一声：“毕师妹，你与这种废物说这么多干嘛？他不配知道独孤凌天大人的事。”忽然之间，又有一道声音自后方传来。定目观望，又有一批南阙院弟子赶到，但是这批南阙院弟子的实力明显比毕晶晶那批要强。其中为首的一位，散发的乃是6品至尊的气息。拜见夏师兄。看到这位南阙院弟子，不仅南阙院的弟子施以一礼，就连宋习等北玄院的弟子们也是施以一礼。看得出来，这位男子颇具身份与地位。楚风，为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南阙院的夏冉师兄。见那男子靠近，毕晶晶赶忙为楚风介绍起来。自从楚风展现神级天赋，毕晶晶对楚风的态度便有了极大转变。可以说，目前为止，除了兔圆圆之外，毕晶晶是整个卧龙武宗内对楚风态度最友好的弟子。楚风看在毕晶晶面子上，本来想对其抱拳施礼，可看到那男子嚣张跋扈，一脸轻蔑的态度，楚风则是没有任何表示。你就是那个利用卑鄙手段搞了个神级天赋的楚风。果不其然，那夏冉一开口便是讽刺言论。夏师兄是吗？夏师兄何以断定我触发的天赋就是假的？你有证据吗？楚风问道。这还用说，神级天赋唯有独孤凌天大人具备，而你根本不配，也没资格拥有。夏冉指着楚风说道。夏师兄，眼见夏冉交谈势头不对，毕晶晶便开口，应该是想要劝解。可谁曾想，毕晶晶刚刚开口，话还没有说出口，那夏冉便抢着说道：夏师妹，你怎么糊涂了？那一日你可是输给了这个卑鄙的家伙，怎么还帮着他说话？你该不会真的相信他能够触发神级天赋吧？那夏冉问道。毕晶晶身份特殊，可是对于这夏冉似乎有些忌惮。不用你说，我来问他们。夏冉将目光转向宋习等北玄院的弟子，我问你们觉得那楚风的神级天赋是真的还是假的？夏冉凝声问道。宋习等人皆是不语。我问你们话呢，你们是耳聋了吗？夏冉忽然怒吼一声，这下的宋习等人身躯一颤，一时之间冷汗便落了下来。夏师兄，我们也不清楚楚风的天赋如何，您不要难为我们了。黑曜受不了这种压迫，战战兢兢地开口了。而他这一开口，北玄院除了宋喜之外的其他弟子也是纷纷附和。看得出来，他们真的很怕这个夏冉。你们这是怎么了？怎么流汗了？这里明明这么冷，为何要流汗呢？该不会是害怕了吧？你们胆子不是挺大的吗？敢与我南阙院争，居然也会害怕？夏冉说话间走到了黑曜面前，一边说话一边用手狠狠地拍打着黑曜的脸颊，而黑曜只是站在原地一动都不敢动，哪怕被打也要做好被打的姿势。见此一幕，南阙院的方云石等人都是一脸得意。在此期间，东龙院和西虎院也有一些弟子刚巧赶到，一个个的驻足，看起了热闹。丢脸，非常的丢脸。北玄院的脸在此刻丢尽了。楚风终于知道为何北玄院在卧龙武宗是最垫底的存在了。那一日，宋喜率领众弟子去与毕晶晶、方云史争寒双灵铺的时候，楚风以为北玄院的弟子很有志气，但现在楚风发现他错了。哪怕宋喜也只敢与实力和他相近的方云史抗衡，遇到实力强于他的人，也是吓得连个屁都不敢放。但是他们不敢说话，楚风绝对不能忍。于是楚风看向了夏冉，那一日的约定都是谈好的，你这是输不起了吗？若是输不起，可以再比一次，我让你心服口服。楚风凝声说道。再比一次？和谁比？与我夏冉吗？你凭什么？你有这个资格吗？你算个什么东西？夏冉说话间，6品至尊的气息也是释放而出，那种压迫感覆盖于这方天地，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到夏冉的强大。此时，所有目光都汇集在楚风身上，他们都等着楚风求饶的模样，都在看楚风的笑话。甚至北玄院的黑曜等人也不例外，明明是同一立场，可他们更倾向于看到楚风出糗。而在众人瞩目之下，楚风也的确没有选择沉默，而是立刻开口：在我眼里，你连东西都算不上，说你是一个屁，都是抬举你。楚风看着那夏冉说道。而他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是面容一变，莫说旁人，就连毕晶晶、方云史、宋喜、黑曜、王子嫣等人都被吓到了。他们本以为看到夏冉的实力和阵仗，楚风会知难而退，可谁曾想，楚风居然敢当众说出此等话语。最主要的是，楚风那个样子不像是装腔作势，他的眼神竟真的布满轻蔑之色，是真的没有把夏冉放在眼里。楚风此话一出，人们都以为那夏冉必然会对楚风出手，可令人意外的是，原本很是愤怒的夏冉不仅没有出手，反而是放声大笑，这可是让人们有些摸不清头脑了。敢说我东西都算不上，你凭什么？你真以为你触发了神级天赋？那夏冉眯着眼睛打量起楚风，你又何以断定我没能触发神级天赋？楚风反问道。楚风，别说我做师兄的欺负你，今日你就当着我们所有人面再做一次天赋测试，若是你真能触发神级天赋，我夏冉当着所有师兄弟的面向你认错，但你若是不能，你就给我跪地认错，你敢否？夏冉对楚风说道。有何不敢？楚风说道。好，那你现在就来。夏冉说话间便取出了一块测试石，放在了楚风的身前。这块测试石从表面上来看，倒是与当日毕晶晶所用的那块没有差别，但楚风怕这夏冉有诈，
还是特意观察了一下，最终发现这块测试石并无异样，的确与毕晶晶的那块一样。见无异样，楚风也不墨迹，而是站了上去。很快，那测试石便有了反应，白色的光华立刻涌现而出。只是白色光华之后，便再无其他光华出现。糟糕，被阴了！楚风暗叫不好。虽然表面看不出不对，但他却知道他必然能够触发神级天赋的。他的天赋没有任何问题，这说明这块测试石还是有问题的。只是这块测试石手脚动得非常高深，哪怕楚风也是看不出来问题出在了哪里。而就在下一刻，一阵阵满是讽刺的笑声也是在众弟子之中响彻开来。东龙院、西虎院以及南阙院的许多人都已经判定楚风的真实天赋就只是下品天赋。楚风，你果然是个庸才，你就只是下品天赋而已。真是想不到你居然胆大至此，会用卑鄙手段伪造神级天赋的假象。你这种无耻之人，应当被逐出卧龙武宗。你不配做卧龙武宗的弟子，还不待南阙院的人开口，东龙院的弟子之中便有人开口嘲讽。值得一提的是，那声音有些熟悉，楚风不用看也知道是谁，乃是与楚风还有兔圆圆一同拜入卧龙武宗的花絮。其实不仅花絮来了，兔圆圆也来了，也站在东龙院弟子的人群之中。只是这种场合下，兔圆圆也是不敢为楚风发声，他不想得罪其他人。楚风，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眼见着楚风测试失败，那夏冉更是幸灾乐祸地看着楚风，居然精心准备了一块动过手脚的测试石。夏冉，卑鄙的人是你吧？楚风对夏冉说道。而楚风此话一出，人们更是发出阵阵鄙夷的声音，是觉得的楚风在强词夺理，是输不起。我这块测试石的确是动了手脚，可谁曾想那夏冉竟直接承认了，这则是让等着看楚风笑话的人们一时之间有些迷茫了。不过那夏冉很快便再度开口，这块测试石是加强过的，卑鄙手段无用，只有真材实料才能触发属于他的天赋级别，如你这种人就只能触发成下品天赋。夏冉对楚风说道。而夏冉这样一说，方云石等人则是松了一口气，只要能够确定楚风只是下品天赋，那他们的目的就达成了。楚风少废话，愿赌服输，快跪下，向我夏师兄跪地认错。不只是夏师兄，你应该向我们南阙院的所有人认错。方云石指着楚风说道，他对楚风早就恨之入骨，恨不得楚风立刻认错。对，跪下认错。紧接着其他弟子也是纷纷开口，不仅南阙院的弟子，就连东龙院和西虎院的弟子们也是纷纷让楚风跪下。当然最激动的自然还是南阙院的弟子们。此时南阙院的弟子们都很兴奋，也很激动，唯有毕晶晶情绪有些复杂，他已察觉到事情不对，虽然看他的表情也是有些纠结，可最终他还是选择站在了南阙院那一边，并没有帮楚风说话。我楚风若是真的输了，我心服口服，认错不是不行，但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来暗算我楚风，那想让我楚风认错便是休想。楚风说道，我就知道你这种会使用卑鄙的家伙不会乖乖认错，既然你不肯跪下，那就由我来让你跪下。那夏冉说话间便将威压涌向楚风，想要逼迫楚风跪在他的面前。住手！可就在此时，一道老者的声音自虚空炸响，与此同时空间一阵扭动，一个白发苍苍但却发丝凌乱，看上去有些邋遢的老者出现在了高空之上。这位老者虽穿着卧龙武宗的长老服饰，可是他的服饰上面并没有寺院的标志，并且他的服饰明显比其他长老的服饰更精致，也更高贵。只是看他服饰便足以知道他的不简单。护法大人。而看到这位老者出现之后，原本吵闹的天地顿时变得安静下来，人们似乎都很忌惮这位老者，但同时看到这位老者的出现，人们似乎也是有些意外。你们来这里是历练的，而不是来打斗的。那老者将目光投向了夏冉。护法大人，弟子并非欺凌他人，乃是另有隐情，请护法大人明鉴。夏冉赶忙抱拳施礼，且立刻解释，另有隐情？什么隐情？你来说说看。那老者问道。只是弟子无法容忍那楚风以卑鄙手段欺骗众人，并且还痴心妄想想与独孤凌天大人齐名。护法大人，您是知道的，独孤凌天大人乃是我南阙院的，他是我南阙院的图腾，是我南阙院弟子膜拜与学习的典范。身为南阙院弟子，我自然不能容忍他利用独孤凌天大人的名声来为自己扬名。那夏冉虽然嚣张，但是面对这位老者的时候，态度还是非常恭敬的，甚至可以说他非常惧怕这位老者。你南阙院独孤凌天大人乃是属于我卧龙武宗的，而并非只属于你南阙院。难道你南阙院是单独的一个宗门，而不属于我卧龙武宗吗？那老者凝声问道。护法大人，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夏冉本来还想辩解，可那老者却是抢着说道，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你们在别的地方胡作非为，我赵某人管不着，但在我赵某人这里，谁都休想放肆。现在雪域天风开启，修炼时间总共5个时辰，若想修炼的就进去，若不想修炼的就给老夫滚，老夫绝对不留。那老者大声说道。且他此话说完，封锁着雪域天风的结界门便随之开启。还要看热闹？不想修炼了？打开结界门后，老者将冷冽的目光扫向寺院弟子。见状，无论是东龙院还是南阙院的弟子，都是赶忙向那结界门内行去。楚风，先放你一马，但你记着，咱们的事情还没完。夏冉恶狠狠地看了楚风一眼，便也向那结界门内走去。至于楚风，也是向雪域天风走去。虽说他已经得罪了夏冉，但楚风可不是怕事的主，他该做的事还是要做的。夏冉这种货色根本无法动摇的目标，这位护法大人好威风啊！楚风，他一定很看好你，不然不会帮你的。忽然，一道暗中传音映入楚风耳帘，乃是兔圆圆。兔圆圆并没有直接来到楚风身旁，依旧在东龙院弟子之中，但楚风并没有怪他，以他的修为，若想自保，
的确不适合与楚风走得太近，至少表面上不能走得太近。连北玄院的弟子都不敢帮楚风说半句话，楚风又岂会怪身为东龙院弟子的兔圆圆？丫头，你好像知道刚刚那位前辈他到底是何方神圣？楚风好奇地问道。刚刚那位老者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的确是帮楚风解了围，不然以楚风现在的状况，面对夏冉那种修为还真是有些难搞。因此对于那位老者，楚风是心怀感激的。我说楚风，你每天都在干嘛呀？明知道要来雪域天峰修炼，居然也不打听打听关于雪域天峰的事。不过没关系，你不打听还有我呢，就让我来告诉你吧。卧龙武宗的修炼之地是不属于寺院的，其他修炼之地还好，而如雪域天峰这种重要的修炼之地，都是由强大的长老看守的。这种长老不属于寺院，只听命于宗主大人，被称为护法。在卧龙武宗内，总共64位护法，而刚刚那位护法大人名为赵玉书。这位赵玉书大人，他可不是寻常的护法，乃是64位护法之首。据说他拥有堪比卧龙长老的实力呢。卧龙长老你总知道吧？那可是卧龙武宗内最强的10位长老，是仅次于宗主大人和副宗主大人的存在。而这位护法大人的实力，据说能够比肩卧龙长老，你应该能够知道他有多厉害吧？兔圆圆倒是尽职，详细的为楚风讲述起来。卧龙长老吗？我知道的，卧龙长老。楚风的确知道，因为来到卧龙武宗之前，楚风曾见过李牧之以及李牧之的爷爷，正是那李牧之和他的爷爷将于婷带走的。当时从于婷口中，楚风得知李牧之乃是卧龙武宗10大卧龙弟子之一，而李牧之的爷爷名为李凤仙，正是卧龙武宗的10大卧龙长老之一。楚风现在还记得李牧之爷爷当时给予他们的压迫感，那的确是具备着极为强大力量的存在。所以经过兔圆圆的讲述后，楚风也是知道为何那夏冉以及那些弟子在这位护法大人面前会如此的卑微了。原来他是一个如此利奥德的大人物，而且我还听说这位护法大人平日里是不会管弟子之间的恩怨的，这也是为何夏冉敢在这里找你麻烦的原因。所以今日护法大人出面是非常突然也非常奇怪的事，但是我猜很有可能是因为他看好你，所以才出面的。楚风，你要与这位护法大人搞好关系，因为现在卧龙武宗内很多人都看你不惯，可若有这位护法大人为你撑腰的话，便没有人敢为难你了。兔圆圆再度说道。知道了丫头，多谢提醒。楚风也是以暗中传音的方式回复道。他终于知道为何这位护法大人刚刚出现的时候，那些弟子会有意外的表情了。原来这位护法大人平日里并不会插手弟子之间的恩怨，和我就别客气了，等下便好好修炼吧。据说这里的修炼记录也是由独孤凌天大人保持的，你若是能够打破独孤凌天大人的记录，那你就真的能过名阳泉宗了。蓝雀院那些弟子能对测试10动手脚，却绝对无法对雪域天峰动手脚。若是你能够打破独孤凌天大人的记录，他们想不承认你都是不行。兔圆圆再度说道。你就真的觉得我之前触发神级天赋不是假的？你这么相信我？楚风问道。我当然相信你可以做到，你可是我们圣光天河最强的天才，而卧龙武宗也是属于圣光天河。我相信你不仅能够成为最强的卧龙弟子，也许你还不能成为超越独孤凌天的人。兔圆圆说道。谢了。楚风之所以道谢，乃是在这种情况下，兔圆圆还愿意相信自己，他真的有些感动。就在他们二人暗中交谈之际，也是穿过了结界门，进入了雪域天峰的领域之中。只是他们并没有办法深入，因为进入雪域天峰领域后，楚风能够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力量压迫着楚风等人，那股力量太强了。莫说攀登雪域天峰，他们连御空而起都是不行，他们所有人都被这股力量束缚了。而就当所有弟子都进入这雪域天峰领域后，大地开始微微颤动，光芒自大地延伸而出，有光芒形成的物体自大地之内缓缓升起。那是一座大阵，是一座传送大阵，不过是一座非常强横且有一些神秘的传送大阵。见到这一切，楚风内心再度感叹开宗祖师的厉害，无论是外面的守护结界，还是里面的无形力量，以及那传送大阵，每一个看似简单的事物，实则都是楚风遥不可及的大手笔。此时楚风内心再度好奇，卧龙武宗的开宗祖师到底是何方神圣，同时也不得不相信曾经的祖武天河当真是极为利奥德，不然怎么可能会有卧龙武宗开宗祖师这种级别的人物出现过呢？这雪域天峰乃是一座由开宗祖师亲自布置的修炼阵法，关于他我就不过多介绍了，你们只需了解，你们攀登的天峰越高，所能得到的好处便越多，但能够攀登多高，靠的并非武力，而是毅力。毅力不够者，倘若强行到达了不属于你们的位置，可是会爆体而亡的。正因如此，开宗祖师才布下了这座传送阵法。这传送阵法会评判你们的毅力，根据你们的毅力，将你们传送到属于你们的位置。现在修炼便正式开始，记住，你们总共有5个时辰的修炼时间，5个时辰结束之前，全都给我回到这里，如若不然，后果自负。那位护法大人站在传送阵法之前，对众人说道。其实众位弟子早已等候在那传送阵之外，就等着这位护法大人开口了。当这位护法大人话音落下之后，众弟子便纷纷踏入了传送阵之中，楚风也不例外。只是楚风他刚刚进入传送大阵，盘膝坐下便消失不见，果然是个废物。见楚风消失，夏冉、花雪、方云石等许多弟子都是露出不屑的表情。了解这传送大阵的都知道，这传送大阵与毅力测试相差不多，而毅力测试，毅力越强的人测试的时间越久，楚风那么快就传送上去，多半说明毅力乃是极差之人。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楚风此时所位列的地方乃是这雪域天峰的最顶端，这乃是他们这辈子都遥不可及的地方，是来到了最顶端了。居然这么简单，楚风来到此处，
起初还有些难以置信，一番确定之后，才确信自己的确来到了雪域天峰的最顶端。站在天峰顶端，已经看不到下面的情况，只能看到一层云海飘荡在天峰下方。但不仅天峰下方有云，天峰的上空仍有云，只不过那不是白云，而是乌云。乌云密布，如同结界一般，封锁了整片天空。那乌云颇为诡异，滚滚翻腾之际，本就颇显压抑，偏偏乌云之中还有紫雷涌动，声势浩大，甚是恐怖。那乃是卧龙武宗10年一次的大劫，这大劫尚在，仍无人能够破解。可能是因为天峰太高，楚风距离那大劫更近，能够更为清楚的感受到那大劫的恐怖。但楚风却没有观察那大劫太久，那不是他该操心的事，也不是他能够解决的事。想必只有卧龙武宗宗主才能将这场大劫化解。楚风立刻盘膝坐下，因为此时天峰之上一股股无形的力量正在自动涌入楚风的全身，随后汇集于楚风的大脑。楚风感觉自己的脑袋比平常要敏捷不少，思维也更加清晰，悟性也是随之提升，就连身体各方面的力量也都在加强。此时的楚风就先是吃了禁药，但这种效果可比禁药要强大得多，甚至是任何禁药都不能给予的效果。楚风知道这是雪域天峰的力量，他忍不住再度感慨卧龙武宗开宗祖师的厉害。很多修炼其的乃是借助天地之势才能够存在下来，但此地不是，此地乃是真正的人为，是卧龙武宗的开宗祖师凭借一己之力留下的修炼之地。感慨归感慨，楚风也不敢浪费时间，他需要借助这股力量来破开卧龙魂甲。现在盯着他的人已经越来越多，楚风相信夏然也只是小角色罢了。以后伴随着楚风声名鹊起，还会更多害怕被楚风超越的人跑出来压制楚风、刁难楚风，甚至是暗害楚风，阴谋阳谋都会向楚风袭来。楚风现在要的不只是恢复实力，而是尽快提升实力，唯有让自己强大起来才能自保。若是在这里连自保都不能，那他又凭什么让紫菱恢复自由？但是楚风这次很幸运，他得到了幸运的眷顾，之前一直毫无头绪的卧龙魂甲变得不再那样难以破解。此时的楚风就像是如有神助一般，一切都变得简单起来。短短3个时辰之后，1破、2破、3破以及地魂相继被楚风破解。楚风的修为也是从2品至尊开始不断恢复，3品、4品、5品、6品，楚风的修为已是回升到了6品至尊的地步。楚风的修为已是彻底恢复，虽然界灵大门依然无法开启，可至少楚风恢复了真正的修为。虽然只是6品至尊，可若加上雷纹、雷霆铠甲4项神体的力量，哪怕9品至尊，楚风也全然不放在眼里。楚风可正是凭借6品至尊的修为站到圣光天河最强小辈的位置的。不过楚风并未打算就此罢手，他自然想乘胜追击，想借助这雪域天峰的力量尝试破解4破。若是4破也能破解，楚风的修为便可以提升到7品至尊。若是4破破解后，楚风真的能够踏入7品至尊，那么楚风便掌握了卧龙魂甲的规律。一直如此，当这卧龙魂甲彻底破解之时，楚风的修为也许就能够踏入2品5尊。5尊境，那距离楚风之前还有些遥远的距离。楚风第一次感觉到他就这样唾手可及。接下来楚风又坚持了足足1个多时辰，可是楚风还是失败了。的魂似乎已是极限，哪怕是在雪域天峰力量加持下，以现在的状态，他也是无法破解4破。但哪怕如此，楚风也是知足了，哪怕只是恢复自己的真实修为，但在这卧龙武宗之内，能够难为楚风的人会大大减少。就如同夏冉那种货色，在楚风的眼里，只能称得上是垃圾。那是什么？只是楚风停止破解卧龙魂甲之后，却发现这天峰顶端多出了一样东西，那是一个石台。楚风能够确定，这石台之前是没有的，是突然之间多出来的，并且石台上面摆放着一块令牌，那是南阙院的令牌，而那令牌上面还刻写着独孤凌天4个字。独孤凌天大人。看到这令牌，楚风便意识到了一些事情，赶忙向那石台走去。可就在楚风靠近之际，有一道光芒自石台之上射入天空，那是一行光芒大字：更名换牌，青史留名。更名换牌，青史留名。难道我已经打破了独孤凌天大人的记录？楚风有些犹豫要不要打破独孤凌天大人的记录。若是打破，名声大噪，必然会招来更多敌人，会有更多的人将楚风踩下去。也许接下来要找楚风麻烦的，便不是花雪、方云石、夏冉之流，而是那些实力与背景更雄厚的卧龙弟子们。但楚风只犹豫了片刻，便做出了决定。他将自己北玄院的弟子令牌拿了出来，不仅拿了出来，楚风还以手指为笔，在那令牌上面刻上了他自己的名字。楚风已是决定就此扬名，哪怕会招来更多的对手、更多的敌意，他也要这样做，要在最短时间内在这卧龙武宗内声名鹊起。他要做的并非只是成为最强的弟子，而是得到卧龙武宗宗主的认可。只有得到宗主大人的认可，才能够让紫菱恢复自由。随后楚风便将独孤凌天的那块南阙院的令牌取了下来，将自己这块北玄院的令牌放了上去。当那块北玄院的令牌放上去之后，那石台映射出的光华字体竟然相互交融，最终化作一块水晶令牌飘向了楚风。这块令牌与楚风放在石台上面那块北玄院的令牌一模一样，就连楚风自己刻上去的楚风2字也是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北玄院的令牌乃是金属打造，而这块光芒所画的令牌乃是水晶材质，晶莹透彻，美轮美奂，并且闪烁着微微光华。那光华不仅神圣，还具有与这雪域天峰相同的力量气息，应该是完成了吧。楚风将那令牌握到手中，下一刻楚风的脑海之中就像是打开了天眼一样，
整个雪域天峰就像是一个地图，映入楚风的眼帘之中。楚风能够看到，此时的所有人都在雪域天峰的什么位置，而宋喜则是位于雪域天峰的下半段。不仅仅是宋喜，黑曜、王子嫣以及北玄院的一些其他弟子也都在，并且还有方云石等南阙院，还有东龙院、西湖院的一些弟子。最关键的是，除了方云石外，南阙院还有另外一位四品至尊的修武者。此时他们二人正在联手对宋喜发动攻势，而宋喜已是身负重伤，正在苦苦支撑。可哪怕如此，方云石与南阙院的另外一位弟子也依旧没有罢手的打算。这些混账！楚风察觉到这一情况，便立刻纵身而起，从这天峰的顶端一跃而下。别人不仁，楚风不能不义。就算是北玄院弟子被人欺凌，楚风都不会见死不救，更何况这个人乃是与楚风曾有着兄弟之情的宋喜。当楚风发现宋喜身处险境，便立刻前去解救。只是楚风走得太急，他并没有注意到位于天峰顶端那块更换令牌的石台后方还有着一个特殊部分，那部分是专门用来刻字的，而那里现在依旧刻着独孤凌天4个字。楚风拿到水晶令牌后，能够观察到雪域天峰的所有情况，可那种感觉只持续了一瞬间便消失了。楚风虽然一跃而下，来到了雪域天峰的下半段，可一时之间也无法确定宋喜的具体位置，只能围绕着山峰寻找。在楚风寻找宋喜之时，宋喜已是被南阙院的2位弟子击倒在地，方云石更是一脚踩在了宋喜的脸上，当众对其进行羞辱。宋喜，就凭你也想与我争？快把冰露晶石交出来！原来方云石和宋喜等人所在的区域修炼过后也有奖励出现，这奖励便是一颗冰露晶石。冰露晶石蕴含天地能量，对修武有着一定帮助。不过其实对于他们这种修为帮助不是特别大，但冰露晶石只有一个，唯有这个区域悟性最高者可以拿到，算是一种荣誉的象征。而这一次冰露晶石直接出现在了宋喜的身前，当冰露晶石落到宋喜手中后，方云石自然不服，便想要强抢，而宋喜也没有认怂，于是二人便站在了一起。本来方云石他与宋喜单打独斗，并没有占到便宜，但是说巧不巧的是，在这里南阙院还有另外一位4品至尊境的弟子，眼见方云石不敌，这位便立刻出手，并且还偷袭了宋喜。宋喜没有防范，被偷袭成功，身负重伤，再加上二人合力之下，宋喜便很快落了下风。其实此地除了北玄院和南阙院，还有东龙院以及西湖院的弟子，只不过他们都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主，根本不管谁理亏，只是站在一旁看热闹，没有任何人出面劝阻。宋师兄，给他们吧，不过一块冰露晶石而已。眼见宋喜情况糟糕，王子嫣开始暗中劝阻，冰露晶石选择了我，就是我的，你们强抢我的物品，乃是犯了宗规，我等一下会如实禀告护法大人。宋喜面露不服之色，并没有交出冰露晶石的打算。禀告护法大人？你禀告护法大人，也需要有人为你作证，在这里的谁愿意为你作证？方云史说话间看了一眼周围的人，不管我们的事，我们一心修炼，什么都没有看到。是哦，你们随便就是。东龙院和西湖院的弟子笑嘻嘻地说道，他们不是惧怕方云史，只是单纯的不想多管闲事。对于这种情况，方云史其实早有预料。卧龙五宗内的弟子有正义感的本就不多，更何况这些人也知道他方云史的身后可是有碧晶晶和夏冉撑腰的，没有人会愿意为了宋喜这种北玄院的弟子得罪他的。既然其他人不会多管闲事，那便只剩下北玄院的人了。王子嫣、黑曜，你们是要作证吗？方云史看向了王子嫣和黑曜等北玄院弟子一眼，而宋喜也是将目光投向了王子嫣二人。王子嫣和黑曜都是避开了宋喜的目光，将头转了过去，并未作声。我在问你们话呢，你们哑巴了吗？忽然方云史大喝一声，话语之中充满了威胁之意。不敢，方师兄，我什么都没看到。王子嫣率先开口，连连摇头，而北玄院的其他弟子也是纷纷表态。方师兄，是这个宋喜抢夺方师兄的冰露晶石，方师兄只是将自己的冰露晶石拿回去罢了。紧接着黑曜也是表态，只不过相比于王子嫣和其他人，黑曜的表态可就过分了，他竟选择说谎，直接站在了方云史那一边。可偏偏他的举动却让方云史十分满意。不错，还是黑师弟明事理。方云史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便将手插入了宋喜的怀中，将宋喜放入怀中的冰露晶石拿了出来。这一次宋喜并没有反抗，不是他没有反抗的余地了，而是他彻底放弃了，脸上更多的心痛。他心痛的自然不是一块冰露晶石，也不是因为受辱，他心痛的是当他遇到凶险之时，他以为可以信赖之人没有一个站在他这一边。可是那冰露晶石刚刚被方云史拿出来，便自动飞走了。顺势观望，那冰露晶石落在了不远处一个人的手中。楚风看到那个人，所有人都是神色一动，毕竟经过先前那夏冉刁难楚风的一幕，几乎所有在此修炼的弟子都认识了楚风这个人。楚风，他不是下品天赋吗？怎么也能够上到这一层？看到楚风，一时之间围观的人们议论纷纷。楚风是最先被传送走的，人们都以为楚风会在最雪域天峰的最下层，而按照雪域天峰的规则，传送到哪个层面，哪个层面便是极限。按理来说，楚风是无法来到这里才对，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楚风来了也有一会了，只是没有急着露面罢了。光天化日抢夺同门物品，方云史，你这胆子可真是够大的。楚风一边摆弄着手中的冰露晶石，一边看着方云史，要说胆子够大，也是你楚风胆子够大吧？我本打算等一下到下面再去找你，不曾想你自己送上门来了。楚风，你多次顶撞于我，咱们之间的账也该算一算了。现在我就要让你感受一下挨拳头的滋味。
方云史画罢之后，脚步向前一踏，整个身躯模糊起来，瞬息化作一道流光，如闪电一般，直奔楚风冲了过来。楚风眼见方云史攻向楚风，宋喜有些急了，起身就想帮忙，只是还没有站起来，便被一脚狠狠地踹翻在地。是南阙院另外一位四品至尊的弟子做的。紧接着又有一道惨叫传来，顺声观望，人们发现那发出惨叫的竟是方云史。方云史已经到了楚风近前，可他却被楚风踩在了地上，不仅被踩在了脚下，方云史更是鼻青脸肿，张嘴哀嚎的同时，满口的牙都掉了出来，那叫一个惨。看这个样子，根本不是被踩倒在地这么简单，他这脸上明显是被捶了好几拳，只是一瞬间的功夫，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何四品至尊的方云史会在楚风面前不堪一击？不是传闻，那楚风只是一品至尊吗？就在众人不解之际，一道威压释放而出，覆盖这方天地。那威压直接将踩在宋喜身上的南阙院弟子冲飞开来，力道太强，使他直接装在山峰的墙壁之上，昏死了过去。而其他人也是吓得冷汗直流，瑟瑟发抖，因为此时楚风所散发的气息并非一品至尊，而是六品至尊。六品至尊，楚风你……此时莫说旁人，就连宋喜看着楚风所散发的威压，也是吃惊不已。但楚风没有理会宋喜，而是将目光看向了黑曜。黑曜，你是北玄院弟子吗？见死不救也就罢了，居然还敢诬陷同门！楚风此话说完，威压从天而降，扑通一声，将那黑曜直接压迫的趴在了地上。这一下可不轻，把黑曜压得大口鲜血连连喷出。楚风师弟，放过我，放过我吧，我也是逼不得已啊。那方云史身后可是有夏冉师兄撑腰的，我们斗不过他们的，我也只是想要自保啊。黑曜苦苦哀求，也顾不得嘴里流出的血，就连眼泪都流了出来。宋喜，怎么处置他？由你说了算。楚风看向了宋喜，放了他吧。宋喜看了一眼黑曜后，对楚风说道：行。楚风收起了压迫黑曜的威压，多谢楚风师弟，多谢楚风师弟。而黑曜则是赶忙爬起身来，向楚风道谢。这就是贱皮子，之前楚风对他尊重，他却处处刁难，现在被楚风打了，却还要感谢楚风，可偏偏这是许多自负之人的样子，欺软怕硬，不配得到尊敬。至于楚风，对于黑曜这种类型的人，他实在见过太多了，所以他根本没有理会黑曜，而是看向了南阙院的弟子们。你们刚刚还有谁对我北玄院的人出手了？楚风目光冷冽，凝声问道。没有，我们都没有出手。南阙院的弟子们也是连连摇头，说话时许多人的声音都是颤抖的。我楚风恩怨分明，你们既然没有出手，我也不难为你们，但你们给我记住了，不仅仅是宋喜，以后北玄院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是你们这些人能够欺凌的。若是你们日后还敢欺凌我北玄院的人，最好不要让我楚风知道，若是被我知道，话到此处，楚风猛然抬脚，狠狠地踩向了脚下的方云史。楚风总共踩了2脚，每落一下，除了方云史撕心裂肺的惨叫外，还有咔嚓的声响。方云史的一只胳膊和一只腿都被楚风直接踩断，他就是你们的下场。楚风指着那在其脚下不断哀嚎的方云史说道：我们不敢，我们不敢。南阙院的弟子连连摇头，就连东龙院和西湖院的弟子也是看得冷汗直流，吓得向后退去，甚至有胆小的离开了这个十分之地，直接逃走了，生怕遭受牵连。他们虽然来自东龙院和西湖院，可是其实普遍修为也不是很高，甚至许多还不如宋喜和方云史。他们这种层次的弟子自然很是惧怕楚风。至于楚风，把话说完之后，便抬起了头，望向天峰顶端，看来是回不去了。楚风望着天峰顶端，他能感觉到那股在天峰下面感受到的压力徘徊在他的上方，看来这天峰只能向下走，不能向上爬。真的是传送阵，将其送到什么层面，那便是他所能到达的最高层面。楚风，对不起。可突然宋喜的声音响起，若是正常的声音倒也罢了，但是此时宋喜的声音是夹带着哭腔的。楚风顺势一看，发现宋喜已经跪在了地上，而所跪之人正是楚风。宋喜这一跪，看热闹的人们也是十分不解，楚风明明是为宋喜出头，说明他们关系不浅，为何宋喜他也要跪着呢？但楚风却知道宋喜为何要跪，没有必要。起来吧，我若怪你，我就不会帮你。楚风说话间抬手一挥，便用自己的力量将宋喜拖了起来。可刚刚将宋喜拖起，宋喜又扑通一声再度跪在了楚风面前。此时宋喜哭得更激动，嘴裂开很大，下巴还不断的抽搐，他不仅泪如雨下，连鼻涕都流出来了，哭的那叫一个惨。楚风，你相信我，你对我有多好，我宋喜知道，你对我知恩情，我宋喜一直铭记于心，到现在也没忘，只是我不愿意承认了，我不愿意承认你比我强。我一直以为我已经远远的超过你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其实我一直以你为榜样，我一直想成为你这样的人，在有能力的时候去关照那些不如自己的人，成为朋友眼中重情重义的人，成为普通人眼中救苦救难的英雄。但我发现这太难了，在人站到一个位置后，所有虚情假意都会涌现，在得到那些夸赞和拥护的时候，真的很难恪守本心，会无法分清那些奉承的话是真是假，也无法分辨身边的人是真是假。但哪怕知道可能是假的，我之前也想要守住他们，我不想失去那种被人捧着的感觉，那种被人尊敬的感觉。我怕你的到来让我失去北玄院的位置，我怕我再变成那个被人们看不起的宋喜，我怕失去这里的一切，所以我鬼迷心窍了。鬼迷心窍的我做了不该做的事，做了无耻的事。你明明是我的恩人，我应该回报你，可是我却偏偏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其实是我故意改了名额，不想让你来参加此次历练的。对不起楚风，你待我那么好，我却这样对你，我对不起你，我太对不起你了，我就是混蛋。
我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混蛋。宋喜此话说完，开始对着楚风狠狠地磕头，力量之强，竟将自己磕得头破血流。看到这样自残的宋喜，楚风并没有立即阻止，而是看了一会之后才开口：“行了，让别人看热闹吗？传出去丢不丢人？起来吧。”楚风走到宋喜身前，亲自将宋喜搀扶了起来。“楚风，你打我吧，你打我一顿，我心里会好受一点。”宋喜依旧哭着：“打你就不必了，其实我早就来了，我没有及时出手，就是想让你得到一些教训，也想让你看清一些人。”楚风对宋喜说道：“我活该，是我活该，我不配做你的兄弟，我真的不配。”宋喜丝毫不怪楚风，反而依旧一脸的愧疚：“我也早就知道是你改的名额，我若要怪你，就不会救你。但是我是因为你母亲，才给了你一次机会，就这一次，若再有下一次，我就真的不认你这个兄弟了。”楚风对宋喜说道：“楚风，原来你都知道，我真的太对不起你了。”哇得知楚风居然早就猜到是他改的名额，宋喜哭得更惨了。行了，你还是北玄院的宋师兄呢，丢人不？楚风拍了拍宋喜的肩膀：“我不要做宋师兄了，那太累了，我还是做你的弟弟吧。我不适合做大英雄，我没有那种能力。”而此时的宋喜已经全然不顾及自己的颜面了，哭的也是毫不在乎形象，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全都抹在了自己的袖子上。这一幕则是把其他人看得有些懵逼，尤其是南阙院的人，他们对宋喜是早有了解的，而楚风在他们眼里只是一个刚刚来到北玄院的新人。但现在来看，二人的关系似乎很不简单。可就在此时，雪域天峰的最下方却有光芒涌现，那是怎么了？所有人都被那光芒吸引了过去。光芒来自雪域天峰最下方的地表之上，那乃是之前传送阵法出现的位置。不过现在的光芒却与传送阵法不太相同，光芒自地底深处延伸而出，还并未形成什么，人们一时之间也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可就在人们观察之际，忽然有几道身影自天峰顶端飞落而下，落在地表之上。那落下之人乃是夏然与毕晶晶，除了他们两个外，还有东龙院以及西湖院的顶尖弟子。当这几位出现之后，便有更多的人自雪域天峰之上飞落而下，纷纷落在了那光芒的周围，近距离的观察起那光芒。可是修炼的时间明明还没有结束，难道说是传说中的雪域神功？每1000年才出现一次的雪域神功，居然提前出现了。忽然，蓝雀院有一位弟子惊呼一声，当他惊呼之际，也是纵身而起，跳了下去。就连身负重伤的方云石，也是跌跌撞撞的爬了起来，跳了下去。雪域神功是什么？楚风看向宋喜，宋喜正在沉浸于愧疚的哀嚎之中，并没注意到下面的变化。被楚风这样一问，顿时有些茫然。别哭了，看看下面的那个是什么？楚风指着下面说道。那是怎么了？宋喜看了一眼，虽然惊奇，但却也是一脸懵的样子。楚风师弟，不，楚风，我知道雪域神功是什么。此时，有一位北玄院的男弟子走了过来，他名马宇，2品至尊，也是北玄院一位较为优秀的弟子。虽然修为不是特别强大，但能够到这个层次，说明他的毅力是不错的。虽然之前宋喜被打时，他也是袖手旁观，没有帮忙，但楚风并不怪他，而是直接对其说道：“说说看。”这马宇也不犹豫，赶忙为楚风讲述起来。原来这雪域神功也属于雪域天峰的一部分，只不过每1000年才出现一次。雪域神功内蕴藏着更强的力量，可以短时间内增强人们的悟性，并且没有任何要求，所有人都能够进入其中。只是雪域神功1000年出现一次，算一算时间还没有到它出现的时候，所以马宇也无法确定下方的变化是不是雪域神功将要出现了。走吧，咱们也去看看热闹。楚风说话间便准备跳下去。楚风，要不咱们还是别下去了。可还不待楚风动身，宋喜便赶忙抓住了楚风。怎么了？楚风看向宋喜，你看那夏然也在下面，而方云史他们已经跑下去了，现在必然是在对夏然说刚刚的事情。宋喜说的也是实情，不仅方云史下去了，那个被楚风用威压打晕的4品至尊也被南阙院的弟子搀扶着跳了下去。方云史眼下正站在夏然身旁讲述着什么，而夏然也是立刻抬头，目露凶光的看向楚风等人所在的方向。若没猜错，必然是知道了楚风他们刚刚经历的事。放心，那夏然奈何不得我。楚风对宋喜说道。楚风，夏然没有那么简单，他是夏言认的干弟弟，就是因为有夏言撑腰，才没有人敢得罪他。宋喜抓住说道。夏言是谁？楚风问道。因为听宋喜的口气，这个夏言显然不是简单之辈。夏言是10位卧龙弟子之一，实力极强，名列卧龙弟子第4位，不仅是一位5尊境的强者，他与你一样，结界之术也很厉害。据说他的结界之术已是达到了龙变4重，乃是当今卧龙5宗内结界之术最强的小辈弟子。抛开自身实力不谈，夏言的背景也极为利奥的。他的爷爷乃是卧龙长老之一的夏志成大人，他的外公乃是刑罚堂堂主，而他的父亲乃是刑罚堂副堂主。宋喜对楚风讲述道。这么厉害的吗？怪不得这夏然敢这么嚣张。听到宋喜一番讲述，楚风也是意识到那夏言的利奥的，也知道为何夏然的实力明明只是6品至尊，但地位却如此不同凡响的原因。可是在得知这一切之后，楚风却身形一纵，直接从这雪域天峰之上跳了下去。楚风见楚风跳了下去，宋喜则是吓得不轻，但他没有太多犹豫，也是身形一纵，跟随着楚风一同跳了下去。楚风，你还敢下来？夏冉一直盯着楚风，是亲眼看着楚风从天峰之上跳下来的。见楚风下来后，他虽然没有直接对楚风出手，可是他那6品至尊的气息却已是释放而出。见到这样一幕，原本对那光芒感兴趣的人们，则是再度将目光放在了夏冉和楚风的身上。他们都察觉到，似乎又有好戏可以看了。反正光芒还有成型，等着也要等着。这个时候有好戏看，他们自然是在乐意。不过夏师兄，也许是有误会，
还是先问清楚再说。毕晶晶来到夏冉身旁说道：“毕师妹，刚刚方云使他们说的话你都听到了，还能有什么误会？难道你连我们南阙院弟子的话都不相信吗？”夏冉对毕晶晶问道。夏冉很是霸道，可是对待毕晶晶一直都是很客气的，也就是毕晶晶若是换做旁人，敢一直替楚风说话，他早就对其出手了，又岂会解释？楚风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为何要打伤我南阙院的人？毕晶晶似乎是不甘心，见夏冉不问，他便主动询问起来。他是真的不希望楚风与夏冉为敌。毕师姐，事情的经过很简单，那方云使和你南阙院的弟子抢夺我北玄院送喜的东西，还打伤了他。既然是他们先违反宗规的，那我教训他们有何不可？况且我已经手下留情了，若非同宗之人，他们能不能活着都是两说。楚风对毕晶晶道：“怎么，你还想杀人不成？你可真是好大的口气！”方云使指着楚风愤怒地咆哮起来，站在夏冉身后，他再度有了底气。方云使，你给我说实话，是你先抢的送喜的东西吗？毕晶晶问道。不是，当然不是，明明是那送喜抢夺我的，不信你问问他们，他们能够为我作证啊！方云使辩解道。而他此话一出，当真有一些人开始为方云使作证，不仅仅有南阙院的弟子，还有东龙院和西湖院的一些弟子。这种情况下，毕晶晶就算想帮楚风，也是不知该从何帮起。楚风，看到没有，方云使是有证人的。夏冉也是一脸得意地对楚风说道，因为他知道那些人其实是在说谎，可这不重要，因为这正是他想要的结果。楚风越是委屈，他越是暗爽，越是得意，他就是要以势压人。我也可以为楚风作证。就在此时，宋喜则是忽然开口，只是除了他之外，便没有其他人站出来说话了，甚至如王子嫣、黑曜，包括刚刚为楚风讲述雪域神功的马宇，他们依旧在天峰之上。他们不仅不敢为楚风作证，甚至连下来都是不敢，连面对夏冉的勇气都是没有。呸！你们两个一丘之貉，你作证谁信？对于宋喜的作证，夏冉自然不屑一顾。不仅仅是他，在场的其他人也是纷纷起哄，斥责楚风和宋喜。一时之间，楚风和宋喜成了众矢之的，孤立无援。宋喜很是慌乱，本来实力就不占优，如今有理也是说不清，这让他的脸上都挂着明显的恐惧。毕竟他们现在面对的可不是南阙院方云使之流，而是南阙院的夏冉，还有东龙院以及西湖院的人。在东龙院和西湖院的在场弟子之中，可是有比夏冉还要强大的人呢。如今他们都站在了自己的对立面，这种局面叫他怎能不慌？没事，有我呢。楚风察觉到了宋喜的害怕，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看着如此自信的楚风，顿时勾起了宋喜在大千上界的回忆。那个时候的他非常弱小，是楚风一直在保护他。那时的楚风就是他的偶像，是他想要学习的目标。而现在那种熟悉的感觉再度涌上心头，他的心中也再度五味杂陈。护法大人，这件事已是真相大白，还请护法大人主持公道。夏冉高喝一声，原来他没有直接对楚风出手，是因为有所忌惮。他忌惮的便是那位护法大人，只是那护法大人此时并不在场，且在那夏冉一番呼喊之后，那护法大人也没有露面。护法大人，我南阙院弟子无端被打，我不能坐视不管。若是护法大人不能出面，那弟子只能亲自出手主持公道，还请护法大人勿怪。夏冉真的很是忌惮那位护法大人，他先是对着周围抱拳施礼，并且态度客客气气。做完这些之后，才将冷冽的目光投向楚风。楚风，你现在就算跪地认错也是没用，你今日的所作所为，我夏冉必然要让你付出代价。夏冉此话说完，那威压便向楚风冲击而去，狂风大作，气势汹汹。威压所过之处，那些经过的弟子也是被震得连连后退。只是如此凶猛的威压，在靠近楚风之后，却是烟消云散，那感觉就像是凶猛的江水落入浩瀚的大海，未能溅起什么浪花。见此情形，莫说旁人不解，就连夏冉也是眉头皱起。他害怕是护法大人又出手护着楚风。可就在下一刻，天地震荡，紧接着汹涌的威压自楚风体内释放而出。那威压释放而出后，除了宋喜之外，许多靠近楚风的弟子都遭受波及，被硬生生的吹飞开来。因为那威压乃是六品至尊。六品至尊，楚风你感受到楚风的修为，毕晶晶顿时张开了小嘴，就连夏冉的眼中也是涌现出了一抹震惊。这楚风不是一品至尊吗？怎么拥有六品至尊的气息？这么吃惊丹吗？我刚刚在上面明明已经展示过修为了，差点忘了。那方云石谎话连篇，他必然是没有告诉你我现在的修为。不过也能理解，他若实话实说，让你知道我是六品至尊，你不帮他出头了，可怎么办？你说是不是啊？方云石，楚风话到此处，还将目光看向了方云石，而被楚风这样一看，方云石顿时脸色发青。夏师兄，我没有故意隐瞒，我只是还没有来得及说。方云石赶忙向夏冉解释，而刚好夏冉也在看着他，只是夏冉的目光却是那样的冰冷。这下的方云石冷汗直流，直吞口水。夏冉的确很生气，但却并没有收拾方云石。他很清楚，现在南阙院必须一致对外。六品至尊，难怪如此狂妄，原来是有些底气的。但你刚刚说什么？你说我会因为你是六品至尊而不敢对你出手？那我就让你知道我到底敢不敢出手。话罢，夏冉对着楚风一指，刹那间，磅礴的武力化作具有形态的飓风自其体释放而出。那武力飓风出现之后，又化作无数把金色的长枪，随后如雨一般向楚风飞射而去。那不是寻常的攻势，而是尊境武技。虽然只是一段尊境，可威力却远非寻常的攻势可比。从此可以看出，这夏冉对楚风的憎恨，否则不会一出手就如此狠辣。转眼间，那尊境武技已是轰在了楚风镜前。只是当涟漪散去，人们惊愕地发现，楚风竟毫发无损，
而那无数把金色的武力长枪就在楚风的面前，他们并没非什么都没有击中，但他们击中的只是武力，一层武力化作巨大球体，宛如结界一般，将楚风护在当中。虽然那些金色长枪皆是穿透了那武力层，可并未完全穿透，被束缚在了其中。武力屏障，只是武力屏障就挡下了尊敬武技。一时之间，惊叹连连，人们看向楚风的目光开始有所变化。武力屏障并非很高超的手段，但正因为不高超，能够挡下这攻势，才让人们难以置信。你这是什么？夏冉问道。别人都认出了，这是武力屏障，你难道认不出来吗？楚风讽刺地看着夏冉。放屁！武力屏障怎么可能挡得下我的一段尊敬？夏冉一脸的不相信。正常来说，的确不能，但若本身战力差距过大的话，那便可以。这就像是老鼠的狠狠一咬，落在老鼠身上，那肯定会痛。但老鼠的狠狠一咬，若是落在大象身上，你说大象会觉得痛吗？楚风问道。你骂我是老鼠？他娘的！我让你知道，到底谁才是老鼠！夏冉此话说完，便开始继续向楚风发动攻势。一时之间，轰鸣阵阵，涟漪四起。他的武技施展得越来越强，2段尊敬、3段尊敬、4段尊敬接连施展而出。虽然到了后来，楚风的武力屏障的确无法阻挡夏冉的攻势，可楚风最后也只是凭借1段尊敬，便挡下了夏冉的4段尊敬。2个明明不在同一层次的武技，却能够相互阻挡，这让旁人惊叹的同时，夏冉更是感觉自己受到了羞辱，因为这的确是战力的差距，并且是极大的战力差距。敢小瞧我夏冉，我让你知道你我之间的差距。夏冉不甘示弱，将一颗金色的药丸丢入了口中。喝呀！紧接着，夏冉大喝一声，虚空之上有金色云层涌现，而夏冉的身上也同样有金色光华涌出。夏冉的修为从6品至尊提升到了7品至尊的地步，天赐神力吗？居然要靠丹药才能释放？你这种家伙真是不值得我与你浪费时间。结束吧。楚风说道。那家伙在说什么？他是要认输吗？楚风的话映入众人耳帘，一时之间有些不明白楚风的话，因为他们怎么看都觉得楚风不像是要认输的样子。若是不认输，便说明楚风也能够提升1品修为。若真的能够提升1品修为，也太让人吃惊了。毕竟他是刚刚拜入卧龙武宗的新人弟子啊！卧龙武宗建宗以来，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强横的新人弟子。然而，就在人们猜想之际，只见一道雷电自楚风与夏冉的中间划过。当那雷电消失时，所有人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只见楚风来到了夏冉的身前，并且一只手已是紧紧地捏住了夏冉的喉咙，而先前还趾高气扬的夏冉，此时就像是小鸡一样被楚风提了起来。楚风的修为也是从6品至尊提升到了7品至尊的地步。最重要的是，楚风的额头之上不是寻常的雷纹，而是神字雷纹，神罚玄功。他竟修炼了传说中的神罚玄功，他到底是何来头啊？这家伙在圣光天河内也不是寻常的角色吧？看到这样的楚风，就连东龙院和西虎院的弟子也是忍不住发出赞叹的声音。而那一直是楚风为劲敌的花絮，表情更是极为复杂。兔师妹，这楚风怎么这么强？他真是我圣光天河的小辈吗？花许来到兔圆圆身旁，小声问道。你闭关太久了，不知道圣光天河的事。这楚风不仅背景雄厚，天赋更是极为过人。我悄悄告诉你，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其实楚风他乃是当今圣光天河最强小辈。兔圆圆以暗中传音的方式对花许说道。最强小辈。花许虽然已知楚风不简单，可是最强2字还是让他难以接受。就是最强小辈，不然你以为我当日看到他时为何如此的激动？也就是在卧龙武宗遇到了。若是在圣光天河，楚风这种人物根本不是我们能够接触到的。兔圆圆说道。可是花许仍是有些难以接受。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我告诉你，楚风还没有施展全力呢，这根本不是他真正的实力。花许，咱们都是东龙院的弟子，我劝你一句，找个时间向楚风认错吧。楚风这种人不是我们能够招惹得起的。兔圆圆对花许说道。花许没有再说话，他沉默了。可是他沉默的同时，却自阿杜看向楚风，目光变得复杂起来。至于兔圆圆，看着花许那纠结的表情，嘴角则是扬起一抹得意的笑容。他是故意告诉花许这些的，毕竟花许在东龙院还有一位厉害的前辈，若是花许能够知难而退，不与楚风斗，那对楚风而言也许也是一件好事。毕竟现在的楚风在卧龙武宗而言还是太弱了一些。混账，你放开我，有本事放开我，我们好好打一场。用卑鄙手段，你算什么本事？在此期间，那夏冉拼命的想要挣脱，可是越是挣脱，他越是出尽洋相，因为他在楚风手中就像是一只小鸡一样，尽管卖力挣扎，可却根本无法挣脱开。他用实际行动再一次向所有人证明了他与楚风的差距有多大。而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楚风将武力涌入了夏冉体内，将他的力量封锁。现在的夏冉已经无法释放武技，再无法施展武技，且战力悬殊的情况下，夏冉自然难以与楚风抗衡。楚风，算了，你放过夏师兄吧。毕晶晶出面为夏冉求情，毕师姐，看在你面子上，他刚刚用假的测试石英，我这件事我可以不计较，但倘若我放开他，他还是没完没了，可就别怪我对他不客气了。楚风此话说完，倒是真的将夏冉放开了。而被楚风放开后，夏冉则是俯身在地，剧烈的喘咳了起来。见状，蓝雀院的所有弟子都是围了过去，关切的为夏冉疗伤。但围观的东龙院和西虎院弟子却是议论纷纷。这一幕挺戏剧化的，明明是夏冉要找楚风麻烦，结果自己却落得了如此狼狈的模样。但他们也知道楚风是有实力的。此时几乎所有人都对楚风刮目相看，甚至开始怀疑楚风刚刚测试是不是真的是夏冉做的手脚。如楚风这种实力的人，
怎么可能只是下品天赋？与此同时，天峰之上仅有的几位北玄院弟子王子嫣、黑曜等人也是飞掠而下。他们见楚风能够击败夏冉，便也没了顾忌。楚风师弟，你好强！想不到夏冉在你面前也是如此的不堪一击。王子嫣走到楚风身旁，对楚风夸赞道。但是他的夸赞也只是暗中传音，他不敢明目张胆的夸赞，害怕被夏冉等人听见。而这王子嫣是什么人，楚风早就清楚，所以根本没有理他，而是将目光投向那从大地内映射而出的光芒。此时自大地释放而出的光芒已是有了变化，一座宫殿的轮廓已是渐渐呈现。难道真的是雪域神宫？可是雪域神宫不是1000年才会出现一次吗？看到这轮廓，人们更加怀疑，这就是传说中的雪域神宫，就是雪域神宫，不会错了。在众人不解之际，毕晶晶却是以确定的口吻说道：“毕师妹，如果真是雪域神宫，为何今日会出现？距离上一次出现，明明才过去了715年，时间明明还没有到才对。”众人纷纷看向毕晶晶。毕晶晶从小在卧龙武宗长大，关于卧龙武宗的事，她的确比其他人更加清楚。根据记载，我卧龙武宗的历史中，之前也发生过一次这样的情况，那是独孤凌天大人登顶天峰打破纪录的日子。毕晶晶说道：“打破纪录？难道说今日有人打破了独孤凌天大人创下的纪录？”众人再度议论纷纷，但大多觉得这件事不可能发生。在场之中，似乎根本没有人具备这个实力。可是毕晶晶却将目光看向了楚风，人们的关注点都在毕晶晶身上，而毕晶晶看向楚风的目光又是那样的特别。一时之间，所有人的目光也都是投向了楚风。该不会是他吧？虽然仍觉得不太可能，可是想一想，楚风毕竟是触发过神级天赋的，虽然那神级天赋很可能是假的，但人们却也觉得，若非要挑出一个人，好像真的唯有楚风更有可能。楚风师弟，该不会真的是你吧？毕晶晶问道。楚风知道此事无法隐瞒，况且也没有隐瞒的必要，于是坦诚承认，真的是他。人们目光复杂，但仍是半信半疑。此一刻，人群嘈杂的议论声变得更加喧闹，同时也有不少人看向了夏冉。倘若真的是楚风破掉了独孤凌天大人的记录，那么就可以坐实一件事：夏冉的确在撒谎，是那块测试石动了手脚，楚风才会只是下品天赋。因为能够打破独孤凌天大人记录的人，绝对不可能是下品天赋。忽然间，大地开始震颤，是那光芒开始加速交融，光芒越来越强，神圣的气息也是越来越强。渐渐的，光芒刺的人们难以睁开双眼。不过很快，那轰鸣停止，光芒也开始减弱。此一时，在那光芒所在之地，一座神圣且恢宏的宫殿坐落在了大地之上。大殿的门乃是一道结界门，结界门旋转之间，让人们对其充满了期待。而结界门的上方，则是挂着一个巨大的牌匾，牌匾正中正是雪域神宫4个大字，可在牌匾的右下方还有着一行小字：宫殿主人独孤凌天。独孤凌天，这雪域神宫的拥有者还是独孤凌天大人啊！这是唯有记录持有者才会享受的待遇。看到那牌匾之后，人们都将目光投向了楚风，只不过这一次的目光却满是鄙夷之色，不是猜想，而是事实已经确定，楚风是在撒谎，他根本没有打破独孤凌天大人的记录，否则那牌匾上的名字不可能还是独孤凌天大人的。毕师姐，那牌匾上的名字是无法更改的吗？楚风不解之际对毕晶晶问道，因为他明明记得他已经将令牌换取过了，并且也在令牌上刻写了自己的名字。楚风师弟，你真的打破了记录吗？若是打破记录，那牌匾上的名字应该是你的才对。毕晶晶也是开始怀疑楚风了。我的确，就凭他怎么可能打破独孤凌天大人的记录？你们是傻了不成？居然真的觉得他会打破独孤凌天大人的记录？楚风敢想解释，那夏冉便忽然大声呼喊起来：“毕师姐，诸位师兄师弟，诸位师姐师妹，你们终于见识到这楚风有多无耻了吗？”夏冉又对众人说道：“真是无耻之极！呸！就算有些天赋又如何？就这种人品也是难成气候。”而他此话一出，的确有许多针对楚风的辱骂声音响起，大家都几乎认定楚风就是一个骗子，是一个无耻之人。杨师兄，这样的人你能容忍吗？他亵渎独孤凌天大人，你能忍？夏冉将目光看向东龙院的方向，他所看之人是一名眉清目秀的男子，此人名为杨晨，是东龙院小辈之中一位较为强横的人。夏冉，你刚刚也说了，独孤凌天大人是你南阙院的，你南阙院与北玄院的恩怨就不要扯上我了吧？杨晨很清楚夏冉是什么意思。夏冉打不过楚风，便想让杨晨替他出头。杨师兄，你今日若能帮我，那你东龙院所有弟子都可进入雪域神宫修炼。夏冉说道。夏冉，你这是什么意思？若是不帮你，你难道还要拦着我不成？你不要以为夏师姐给你撑腰，我就不敢伤你。杨晨倒也是一个有骨气的人，竟然不惧怕夏冉的威胁。杨师兄，这是你我之间的事，不要扯上我夏师姐。另外，你对我出手也没用，我若不想让你们进去，你们谁都进不去。所以不仅是杨师兄，宋师姐，你也要出手了。夏冉说话间，还看向了西湖院的一名女子，此人名为宋芝了，与杨晨一样，实力也都在夏冉之上。夏冉，我敬重夏师姐，不想与你争辩什么。可据我所知，雪域神宫是所有弟子都能进入的，而不是你南阙院的特权。西湖院的宋知了说道。正常来说，的确都可以进入，但我说了，我若不想你们进入，你们谁都休想进入。不仅仅是东龙院、西湖院和北玄院，哪怕我南阙院的弟子，只要我不想他进去，他就是进不去。话罢，夏冉的手掌摸向乾坤袋，随后一块令牌出现在其手中。那令牌如水晶打造，且光芒闪烁，最主要的是散发着与这雪域天风相同的气息。而那令牌楚风似曾相识，与楚风在天风顶端所见到的独孤凌天的令牌几乎一样，唯一的区别
便是材质的区别。这块令牌的材质与楚风在天风之上所得到的一样，那是独孤凌天大人的令牌，不是在夏师姐手中吗？他居然连如此重要的东西都给你了。人们一眼就认出了夏然手中的令牌，那的确是独孤凌天大人的令牌，是打破雪域天风记录的证据。但如今那令牌的持有者乃是南阙院的最强弟子夏言。夏师姐回宗之后便去闭关了，他知道雪域天风将要开启，便将这块令牌交给我来保管。此令牌可以操控雪域神宫的大门，若我不想让你们进去，你们谁都别想进去。杨师兄，宋师姐，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夏然手握令牌，脸上扬起了一抹得意。楚风师弟，你也都见到了，我与你本无敌意，但是今日我只能对你出手了。东龙院的杨晨看着楚风说道，他虽不想与楚风为敌，但也不想错过这次机会。楚风师弟，要不你与夏冉认个错，此事就算了。西湖院的宋知了则是直接劝起了楚风，杨师兄，宋师姐，你们的好意我楚风收到了，不过让我向这夏冉认错是绝对不可能，我楚风无错，为何要认？既然杨师兄和宋师姐心中都已有了决定，便不必为难，想出手便直接出手吧。楚风对杨晨和宋知了说道。